他是二战时期年龄最小的士兵，在战壕里给战士们运送弹药，在炮火中匍匐前进，年仅6岁就立下赫赫战功。他叫谢尔盖，前不久还拥有着快乐的童年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这天战火蔓延到他的家乡，他在邻居阿姨的帮助下才逃了出来，翻过栅栏，穿过草丛，转身看到熊熊烈火正在烧毁他的家，后面的枪声让他非常害怕，时不时还往回看。他跑进了树林，不过很快就迷路了。弱小无助的他只能一遍遍地哭喊着：“不见呀，不见的妈妈，怎么救谁呀，妈妈？”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到了早上，谢尔盖在河边喝水，当他离开时，突然听到上面有士兵交谈的声音，机灵的谢尔盖快速躲进树洞里。然而一抬头，他发现一条蛇盘旋在头顶，他非常的害怕，用小手紧紧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，因为他知道不远处的3个德国兵是比毒蛇更要命的存在。等他们走后，谢尔盖才出去捡他们剩下的食物。不知过了多少天，谢尔盖穿着用树皮做的简易鞋，一步步踉跄往前走，饿了摘野果吃，渴了喝雨水。又不知过了多少天，饥寒交迫的谢尔盖昏倒了。他很幸运，被路过的苏联侦察兵发现，并把他抱回军营。看着满身伤痕的谢尔盖，指挥官和战士们心疼不已。还在瑟瑟发抖的谢尔盖站起来跟指挥官握手，看着他可怜又乖巧的样子，平时十分严厉的指挥官也露出了柔情的一面。这时有人问：“你的爸爸妈妈去哪了？”听到这话的谢尔盖再也绷不住了。Сказала, что мама。炊事员听说捡回一个孩子，专门送来了面包、黄油和肉汤。这些士兵让谢尔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第二天，谢尔盖被送到了战地医院，所有人都十分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特别是女护士卡佳。没过多久，指挥官前来看望谢尔盖。战场上精神高度紧绷的他，也只有在谢尔盖面前才会露出笑容。谢尔盖想看枪，他就把弹夹取下，让他过把枪瘾。之后，指挥官来到外面，卡佳向他提出希望能留下这个可爱的孩子，指挥官却马上变脸。他说前线实在太危险了，不是孩子能待的地方。这个6岁的孤儿被士兵捡到，很快成为军营里的宝贝，因为看到他就仿佛看到自己家的孩子。在得知谢尔盖即将被送到孤儿院之后，胖叔来到指挥部求情，他是代表所有战士来的，但指挥官还是拒绝了。然而谁都不知道，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想留下谢尔盖。分别的时候到了，得知自己即将离开，谢尔盖非常伤心，默默流下了眼泪。指挥官不敢看谢尔盖的眼睛，他掏出一把木质的手枪送给谢尔盖，谢尔盖则一把抱住指挥官。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指挥官，他撕掉把谢尔盖送往后方的文件，决定要把谢尔盖留下来，自己做他的父亲。得知谢尔盖被留在了前线，战士们都很高兴，在一起为谢尔盖的军装出谋划策，要连夜做出一套小小军装。第二天早上，谢尔盖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开心地在营地里奔跑起来。这时德军飞机来袭，一瞬间营地被炸得烟尘滚滚，谢尔盖被带到掩体躲过一劫。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战争。等空袭过去后，懂事的谢尔盖便来到医疗营帐里，他开始给伤员喂水，又帮一名眼睛受伤的老兵念起了家书。虽然他不识字，但为了不让老兵难过，编造了信的内容来安慰他。接着站在凳子上唱歌，稚嫩的嗓音让伤员感动不已。在营地里，谢尔盖跟指挥官爸爸说，他要去谢谢给他做衣服的人。于是爸爸带他来到一片废墟前，他学着爸爸脱下军帽。一天早上，谢尔盖模仿爸爸刮胡子，有模有样的向战士进军礼。接着他便以指挥官的勤务兵的身份来到爸爸指挥部领取任务。爸爸很欣慰，并交给谢尔盖一个送信的任务。当他来到战壕送信，战士们高兴地围了过来。但是想要拿信，谢尔盖还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要跳一段热身舞。这天，谢尔盖拿着望远镜学侦察兵观察战场，没想到的是，在不远处的草堆里发现一条腿，他感到不对劲，于是赶忙跑回营地，告诉正要吃饭的战士自己所发现的一切。战士听后半信半疑，看着一脸认真的谢尔盖，于是叫上2名战友前去查看情况。在谢尔盖的指引下，他们来到草堆前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战士们点燃了草堆，成功逼出2名德军侦察兵。一番搏斗后，迅速制服了敌人。而谢尔盖在冒烟的草堆里拉出一包东西，战士打开后看到一台无线电台，他暗自庆幸跟着谢尔盖来到这里。谢尔盖立了大功，但他却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爸爸。当爸爸从部下那得知，他夸赞谢尔盖，谢尔盖则说作为普通士兵，这是我应做的。第二天，谢尔盖继续在战壕里送信，但这次他叫到一名战士的时候，却迟迟没有回应。一旁的胖叔把他揽入怀中，然后告诉他，这名战士已经光荣牺牲了。懂事的谢尔盖向战士脱帽致敬，然后默默地离开。不久后，德军朝营地发起了进攻。这个6岁小男孩冒着漫天炮火，
拉着弹药箱穿梭在战壕。他正在为战士们送弹药。完成任务之后，他不愿意离开，他想留下来战斗。胖叔当然不同意。谢尔盖回到了指挥部后，听到电话线被炸断的消息，独自跑出了指挥部，顺着电话线向前摸索，在炮火中一路匍匐前进。他爬到了受伤的通讯员叔叔身边，接着请求叔叔教他怎么接电话线。之后，他拿过叔叔手中的电话线往前爬去，终于他找到断掉的电话，尝试将它们连在一起，果然通讯成功恢复了。他又立下大功。之后，他为了撮合爸爸和卡加阿姨，请教士兵叔叔什么是爱情。听了叔叔一番话后，他似懂非懂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谢尔盖找到卡加阿姨，跟她说爸爸生病了。卡加听后手忙脚乱，谢尔盖还在一旁不停地催。他们一路飞快往指挥部跑去。来到指挥部后，谢尔盖则悄悄跑了出去。卡加叫醒刚刚睡着的指挥官，看见躲在外面的谢尔盖，他们瞬间明白一切。经过他这么一闹，指挥官也终于跟卡加表白。第二天，谢尔盖随同爸爸的队伍撤到后方进行休整。在爸爸和将军正在交谈时，谢尔盖前来领取任务。爸爸给他下达去2连检查制服和装备任务。接着他跑到了连长面前，要求集合士兵接受检查。连长宠溺地举起他，看着眼前一脸严肃的谢尔盖，老兵拿出巧克力诱惑他，他丝毫不受诱惑，依然坚持执行指挥官的命令。于是战士们迅速集合起来。谢尔盖来到战士前面，破掉靴子的士兵们一个接着一个站出来。接着他从战士们前面边走边看。谢尔盖拉了拉连长的衣服，悄悄问他：“之后，谢尔盖把名单交给了将军。将军看到后知道了情况，承诺下次补给到达时可以优先领取。将军问道还有什么要求，谢尔盖则说：“Дайте ваше генеральское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пожениться моему папе и нашей Кате。”听到将军允许，谢尔盖高兴地敬礼。由于谢尔盖一次又一次的立功，部队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。他踏着正步一步一步走到将军面前，在众人的注视下接受了将军的授勋。谢尔盖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。夜晚营地遭到了炮击，谢尔盖熟练地跳入战壕。爸爸被埋在战壕下，他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挪动木头一下，于是急忙跑去找胖叔来帮忙。看着浑身绑满绷带的爸爸，平日里一向坚强的谢尔盖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哗哗地往外流。爸爸安慰道。谢尔盖这才听话地擦干了眼泪。一段时间后，谢尔盖跟随着部队再次出发。